本编法。握鞭，握鞭时，先将鞭收起，夹于食指之间。握鞭时注意分开层次，这样有利于抛鞭时出鞭的顺利。鞭的长度通常是以右手握鞭柄，侧平举使鞭梢及鞭头微离地为准。鞭的重量通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。抡鞭，抡鞭时，右手握鞭柄，以腕为轴，使鞭沿身体两侧沿圆绕转。抡鞭时，注意腕关节、肘关节、肩及腰的运动，依次带动，使鞭体转动。手腕的运动范围相对要固定，以固定转轴，加速鞭的运动速度。反抡鞭，反抡鞭与正手抡鞭运动方向相反，动作要点基本相同。抡鞭过程中，注意尽量使鞭贴近身体两侧，特别是鞭在两侧的力圆运动，要减小两个力圆的剪刀差。在练习鞭的过程中，通常在鞭头装有鞭彩，右回肘鞭。在抡鞭的基础上，通过曲肘用手拨鞭，形成回肘鞭。回肘鞭时，注意用肘滚动鞭体，防止鞭在肘部的脱开。鞭是软兵器的一种，通过鞭的转动轴，使鞭可长可短，软硬兼施。缠脖，缠脖的做法是，在抡鞭的基础上，使鞭体在脖上缠1周或2周，然后顺势抡转开。缠脖鞭时要注意充分体验鞭在脖上缠绕时的本体感觉，顺势而绕转开。缠脖时注意控制鞭的速度，同时还要注意控制鞭在脖上缠绕的圈数。缠臂鞭，缠臂鞭是通过鞭在手臂上的缠绕，改变鞭的运动轨迹。缠臂鞭时，缠臂时注意缠得要紧。缠臂鞭也主要是体现出鞭可长可短技法的主要方法之一。
缠脖缠臂鞭。缠脖缠臂鞭是将缠脖的技法与缠臂的技法综合起来练习的一种形式。这种鞭法练习起来难度较大，开始练习时可以先将缠脖与缠臂鞭分开练习，然后逐渐组合。缠的技法是鞭中最主要的技法之一。俗话说，鞭是一根绳，全靠缠的筋。缠主要有两方面含义，一方面是指通过自己身体各个部位的缠绕来改变鞭的运动轨迹、鞭的运行长度等；另一方面是指缠绕对方，从而攻击对方。单手拨鞭，单手拨鞭是利用鞭的惯性，用单手使鞭沿腕部绕转。拨鞭时注意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，充分利用鞭的惯性。拨鞭时注意手腕及手指的抖动，加快鞭的转动速度。拨鞭时通常手持握鞭的中部，舞鞭花，双手持鞭，两臂交叉，使鞭沿身体两侧舞转。舞鞭花时注意两臂要交叉，通过转腰拨鞭使鞭绕转起来。舞鞭花时注意右手手法的变化。在反手交叉时应该注意转腰，带动鞭的运转。单手舞鞭花，单手舞鞭花是在舞鞭花的基础上用一手做鞭花的动作。舞鞭花时注意转腰，鞭在身体前后绕转。舞鞭时鞭要连续快速运转，有鞭舞一堵墙的支撑。舞动过程中不许间断，不许脱手。背鞭，背鞭的做法是在舞鞭的基础上，在抡鞭的基础上，使鞭在背部着力，然后改变鞭的运行轨迹。背鞭时注意，通常配合身体的转动。背鞭时注意使鞭运行要呈力圆，防止鞭头打击自己的后脚部。过背扫鞭，在抡扫鞭的基础上，使鞭沿背部扫转。扫转时注意收下颚，低头俯身。扫鞭时突出鞭横打一片的技法特点。
反轨肘边。在轨肘边的基础上，改变运行方向，反手轨肘而出边。反手轨肘边时，在抡边的基础上，注意边经腋下轨肘而转体，使边改变运动方向。扫腿边，扫腿边的做法是：边向下扫击时，两腿依次跳起，绕过边。扫腿边时，注意边与腿要协调配合，边到齐腿。在边法中有纵打一线、横扫一片、竖抡平扫、齐法无边的称赞。扫边时要尽力扩大扫的面积。缠腰裹脖边，缠腰裹脖边的做法是：使边在腰部绕转一周后，沿颈部再绕转一周。绕转中要充分利用边的惯性，所谓边走顺势。在缠腰裹脖的过程中，注意手拨动边体，使边加快速度。架边，架边是收边的一种主要方法。通过手臂的架握，使边制动而停止。同时，架边也是防守对方攻击的一种方法。架边时要充分注意架的位置。地躺扫边，身体侧卧，用手推地，使边贴近地面扫转。地躺扫边时，注意身体的协调配合，特别要注意边要贴近地面扫转，防止边竖直打在地上反弹起来。扫边又分为侧身扫、仰身扫、抛边。在握边的基础上，随手使边伸出，为抛边。在边法中有放出一条线的称誉，撑地摇边，一手支撑，两脚依次沿地面绕转，同时右手持边在头顶上方平行扫转。摇边过程中，下肢与摇边要协调配合，上下一致。收边，在边法中有收回一团之说，是指收边时要节节使边屈握收回。收边前注意使肩、肘前伸，
减缓鞭的惯性，依次将鞭收回。组合练习。组合练习1。组合练习1中主要由抡鞭、回肘鞭、虚步架鞭等动作组成。在鞭中有抡起来是车轮飞转，舞起来如钢弓一条的之说。在抡鞭过程中，注意保持鞭的挺直。组合练习2。组合练习2中突出了背鞭。在背鞭时，注意使鞭贴在肩上，通过贴在肩上改变它的轴心，缩短鞭的运行轨迹。组合练习3。组合练习3中主要由反回肘鞭组成。在反回肘时，注意防止鞭在肘部脱落，因此要注意肘的屈伸程度。组合练习4。组合练习4中由抡鞭及锅背鞭等组成。组合练习5。组合练习5主要突出了单手拨鞭以及五花鞭的动作。在鞭法中，要求鞭花要斜接紧凑，所谓有花连花、花套花、花花相连的称谓。通常要求各种鞭花衔接之间要紧凑严密。组合练习6。组合练习6主要由双手五花鞭及单手五花鞭、单手拨鞭等组成。这个组合中要求每一个鞭法都要严密、连贯，中间不可间断。充分体现出鞭法中花接花、花串花、花花相随的感觉。组合练习7。组合练习7
突出了一种扫边及地躺动作。扫边接前拱翻时，注意边要贴近地面而扫转。鲤鱼打挺接扫边时，注意协调配合。歇步缠腰边。组合练习8。组合练习8突出了鞭法中缠的技法。缠边时要注意控制好边的速度及缠绕的圈数。组合练习9。组合练习9中，同样突出了缠的技法。在缠脖接缠臂时，注意动作之间的衔接，要充分利用边的惯性，所谓边走惯性，边走顺势之说。组合练习10。组合练习10中突出了双手持边的旋着动作。在实际练习中，也可以单手持边扫边做旋子。组合练习11。组合练习11中突出了单手拨边、扫边的基本方法。拨边时，注意充分利用边的惯性，沿着惯性拨转。组合练习12。组合12中突出了抡边、背边、缠脖边等基本方法。组合练习13。组合练习13中突出了单手扫边接旋子。
组合练习14。组合14中，突出了单手拨边、缠腰边以及裹脖边。在这个组合中，要充分利用好边的惯性。所谓巧打流星送打边，要求练边过程中要送架而练。送架指的是要充分利用边的送势之力。这一组的动作中，特别要注意，裹脖边是防止边的脱落。组合练习15。组合练习15中，突出了回身抛边的动作，以及一组抡边动作。抛边时要准确出边，所谓竖打一线。组合练习16。组合16中，突出了鬼肘边及虚部架边的动作。组合练习17。组合17中，突出了双手五花边的动作。在双手五花边前，通过身体的转动，使边拦腰绕转一周，然后双手接边。两个动作之间要衔接紧密。组合练习18。组合18中，突出了前拱翻及撑地摇边的动作。撑地摇边时，注意上下肢的协调配合。组合练习19。组合19中，突出了单手拨边接腾空飞脚的动作。这个组合难度较大，拨边与腾空飞脚要注意协调配合。
开始练鞭时，可以先用一根绳系一个小沙袋，以练习鞭的基本方法，防止出现伤害事故，以及减除心理害怕的因素。组合练习20。组合20中突出了一种换跳及扫鞭的动作。这个组合突出反映了扫鞭时两腿的协调配合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一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一段。预备式，右手握鞭，并步站立。高虚步上冲拳。上步抛鞭。出鞭时要快速有力。回肘鞭，回肘鞭时注意防止鞭的脱落，以肘为力点，回绕。背鞭，背鞭时注意转体，带鞭。回肘鞭。回肘鞭时可以用手拨鞭，以帮助回肘的力度。背鞭，回肘鞭，一组动作要前后连贯自然。虚步架鞭，请看完整示范第一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二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二段。背鞭，翻身背鞭，回肘鞭，缠脖缠臂鞭，
背边。反鬼肘边。虚步架边。请看完整示范第2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3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3段。背边。鬼肘边。缠脖缠臂边。背边。缠脖边。弓步架边。请看完整示范第3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4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4段。鬼肘边。在做鬼肘边时，注意减少两边的剪刀差。单手拨边。转身双手五花边。
单手五花鞭。单手拨鞭，套路是在练习好单式动作及组合动作基础上练习的一种形式。鬼肘鞭。虚步架鞭，请看完整示范第4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5段。请看分解教学第5段。鬼肘鞭，鬼肘鞭属于力圆类的技法。背鞭，翻身背鞭。鬼肘鞭，背鞭，鬼肘鞭，单手拨鞭。扫鞭，旋子扫鞭，扫鞭属于平原类的技法。缠腰鞭，请看完整示范第5段。请看完整示范第6段。
请看分解教学第6段。转身扫边。转身扫边时，注意利用身体的转动，带动边的扫转。前拱翻扫边。前拱翻扫边时，注意边贴近地面。地躺扫边。鲤鱼打挺。鲤鱼打挺时，与扫边要配合一致。过背扫边。缠波扫边。弓步架边。收边。收边时注意要节节回收，所谓收回一团，放出一线。收边要准确。弓步推掌。收势。并步。请看完整示范第6段。请看13节边整套演练。